文夏雨这辈子也不会忘记，在云湖山庄的那天晚上，文家满门被灭，父亲丧命于那个来自京城的神秘高手，母亲为了给他争取逃跑的时间，也丢了性命。夏雨，活下去，快跑！而夏雨意外跌入河中，被一位修仙者所救。他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5年的时间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夏雨终于踏入修仙的开元境界。5年了，我文夏雨终于回来了。江城文家只有我苟活于世，这满门被灭的深仇大恨，我发誓定要让他们千倍偿还。靓仔，去哪里呀？华美集团。你此次去江城，到华美集团找一个叫夏若雪的女孩，她100日内必有大灾，而且很有可能会因此丧命。你去替为师助她度过此劫。至于如何帮她，你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看这个夏若雪8成是老头的亲孙女，要不怎么会让我专门跑一趟江城去帮她？很快，夏雨便来到华美集团的办公楼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你好，我找夏若雪。你找夏总，就凭你？呵，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请问你有华美集团的工作证吗？也没有。听到夏雨这样回答，保安脸上的高傲之色愈发浓烈，更是居高临下的看着夏雨。既然都没有，那就赶紧滚蛋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好，我找你们集团的夏总。那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先到里面等着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打算让我请你吃饭吗？那这样，我也去里面等一会吧。说着，夏雨就要往里面走，不料却再次被保安拦下。小子，你特马是聋了吧？别逼老子说第3遍，赶紧滚！夏雨皱了皱眉头，这刚来江城，好像也没得罪谁啊，至于这么一直刁难他们？为什么他们可以坐着等，我却不能？就你这种想把老开想见夏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滚吧！如果再不滚，信不信我特马把你丢出去？夏雨无奈的摇摇头，他总算是明白了，这2个保安狗仗人势。很明显，夏雨这一身着装根本不配坐着主。如果我不想走呢？不走，我看你是找死！说着，其中一名保安直接把一只手拍在夏雨的肩膀上，奈何他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动夏雨分毫，他的脸瞬间变得惊恐起来，全身被冷汗浸湿。石头，你不行吗？大白天还流这么多汗，还是我来吧。滚吧，我不想杀人。夏雨一跺脚，周身出现一道气流，直接将2个保安撞飞出去3米远，身体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这么大的动静瞬间吸引了不少人围观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这个单薄的青年。我尼玛，这是拍电影吗？我去，这他妈是什么妖怪？卧槽，好像杀人了！夏雨扫了一眼那2个已经昏厥的保安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随后便来到大厅等待区，找了个地方坐了下去，闭目养神起来，完全像个没事人一样。大概过了10分钟，10几个保安个个全副武装，直接将他包围起来。这位先生，你这样在华美集团闹事不好吧？我们已经报警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被抓走。保安队长徐强是特种兵退役，不是善茬，实力极强，但看到夏雨，他本能的居然感受到了一丝威胁，说话也比往常客气一些。你是那2个家伙的领导吧？你难道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？我只不过想坐在这里等人而已。徐强心里咯噔一下，那2个保安一直以来就仗着自己的身份摆威风，显然今天是踢到铁板了，要怎么处置夏雨，他也要掂量掂量。这位先生，不知道您在等谁？我可以帮忙通知一下。夏若雪。一瞬间，徐强的脸色变了。如果是其他人，他真可以通知，但夏若雪不一样，她是华美集团的总裁兼 CEO， 更是江南省顶级家族夏家的千金，3花之首，岂是随便就能见到？而且夏若雪说过，没有预约一律不见。眼前的青年从某种程度来说很危险，绝不能让他见到夏总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夏总今天不在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，我可以代为转告。我下午没事，就在这坐坐吧。华美集团不会连坐都不让坐吧？小子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对不住了，一起上拿下这小子。徐强很清楚，夏雨不是普通人，必须尽快制服，以免节外生枝。等一下，来者是华美集团的孙总监，他的出现让在场的所有人失了神，因为他的容貌在整个华美集团，除了夏若雪以外，无人能比。孙总监，孙怡并没有回答，而是目光紧紧盯着夏雨，眼神之中有些惊讶和意外。而夏雨也是如此，他认识眼前这个女人，是夏雨这5年来魂牵梦萦的3个女人之一。多年前，2人曾做过1年的同桌，后来上了高中，由于身份悬殊，2人断了联系。夏雨本以为2人这辈子不会再有太多交集，直到云湖山庄那件事发生，他被师傅从河里救上来之后，他又去了一趟文家。那时候文家大院已经被查封，文家更是成为了整个江城人人喊打的存在，所有家族都对外宣布和文家断绝往来。
江城大小企业联合侵占了父亲一手创下的天正集团，甚至连为他们一家3口立碑的人都没有。几乎所有人都笼罩在那个男人的阴影之下，除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初中同学孙怡。他不顾家人反对，去江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太平间要来了文家夫妇的尸体，亲自去火葬场火化，更是在天荡山亲手为文家3口立了墓碑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一个和文家没有半点关系的女人，就这样忍住流言和恐惧，让文夏雨的父母亡魂得以安息。不光所有人不理解，就连夏雨也不理解，他文夏雨何德何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为他付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孙怡笑了，对着夏雨笑了，笑靥如花。在场的所有男性既羡慕又嫉妒，这可是华美集团无数男人心中的梦中女神啊！她的追求者一年送出的情书都能绕地球好几圈了，但无一例外，全都被拒绝了。看来是我眼花了，我差点以为你是我以前的同学，还别说，真的很像呢。毕竟5年过去了，夏雨的变化太大了，一般人还真认不出来。徐队长，就别难为他了，他想等就让他等一会吧。好的，孙总监。说完，孙怡便朝着外面走去。来到外面，直接上了一辆甲壳虫。正当他准备起步时，夏雨直接坐上了副驾驶。夏雨之所以跟来，是因为他发现孙怡的印堂之处有着一团黑雾，这是要出大事的前兆。小兄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感谢我吗？是那几个保安有错在先，你没必要感谢我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剑下若雪？你不会也有什么美容偏方要推广吧？孙怡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上次也有和夏雨穿着差不多的人上门推广美容偏方，说是能让华美集团更上一层楼，结果被保安扔出去了。你猜对了。夏雨这么回答，孙怡并没有生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对眼前的这个青年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。你要推广的美容偏方效果如何呀？我对我的偏方很有信心，不仅能美容，还能让你的一切都变得更好。夏雨这次归来，最大的依仗不是他的修为，而是他敢于阎王抢命的医术。他随手抛出一张驻颜丹的丹方，就足以让全世界的美容公司疯抢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我正好要参加一个聚会，就罚你帮我挡下所有酒。说着，孙怡便启动车子前往龙虎大酒店。对了，还没自我介绍了，我叫孙怡，华美集团的市场总监。我叫文项羽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项。孙怡听到夏雨说出名字的刹那，身躯一颤，当听到后面的解释，才长吁一口气。好巧，你和我那个老同学的名字有点接近，差点以为你就是他了。既然对方没认出自己，夏雨也不想多说什么。如果让孙怡知道自己没死，可能只有惊吓吧。车子很快便来到龙湖大酒店，而孙怡头上的黑雾更明显了。改变孙怡命运的一次宴会即将开始。5年未见的班花带我去参加一场酒会，说是让我替他挡酒，然而他还不知道，对方早已设下圈套，就等着把他给灌醉实施。孙总监，总算把你给盼来了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我是云深集团的创始人郭海东。孙总监，我叫钱勇，海勇酒店就是我家的产业。几个起身介绍的男人显得格外热情，无非是想在孙怡面前表现一番自己的实力。我对这种聚会不感兴趣，目光不断注意着周围，我要搞清楚哪些东西会对孙怡产生威胁。很快宴会进行到一半，孙怡周围的男人几乎都醉了，而他只是喝了一小杯红酒。我好几次想帮他挡酒，但都被拒绝了。毕竟这次宴会，孙怡代表的是整个华美集团，不能伤了和气。孙小姐，上次你不告而别，也太不给我陈峰面子了吧？这杯赔罪酒，你是不是该喝？来者是江城陈家二少爷。前不久，他花了大价钱把孙怡约了出来，更是在酒里面下药。幸好孙怡发现了酒不对劲，直接泼在他的脸上。这次他是想找回面子。陈少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次是开车来的，不太好喝酒，要不我以茶代酒，向你赔罪。别给我扯犊子，楼上我已经开好了总统套房，孙小姐喝醉的话，直接住上面就行了。周围几个男人自然认出了陈峰，也不敢说话，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毕竟他们惹不起，但也有趁机巴结陈峰的。孙总监，陈少敬你酒可是给你面子啊，还不赶快喝了？再不喝，陈少发起火来就麻烦了。对啊，孙总监，只不过是一杯酒的事情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么多人，陈少还会把你吃了不成？孙怡看着陈峰递过来的酒，有些进退两难。万一这酒再有问题，他今天可能真的走不出龙湖酒店了。陈峰是什么德行？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，他看中的女人，没有人能够安然无恙的逃脱。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货色？别在老子面前装！今天你就算特马的不想喝，也得喝。就算你背后的夏若雪来了，也特马一样。这是江城，老子的地盘，听到没有？陈峰见孙怡迟迟没有动静，彻底怒了。孙怡就这样孤零零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眼眶渐渐泛红。这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他，面对这种大人物，还是渺小的犹如尘埃。面对这种情况，
我实在看不下去。你算个什么鸟东西，敢逼他喝酒？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这时候还有人敢站出来为孙毅出头。陈家有一位古武者，实力通天，虽然去了武夷山多年，但只要对方活着，陈峰便有资格飞扬跋扈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？我看你这一身衣服加起来100块都不到吧？就你这种乡巴佬敢得罪陈少，信不信我特马的一个电话，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？钱勇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忘记拍陈峰的马屁。我看他的酒店8成是拍马屁拍出来的。陈少，需不需要我帮你解决？孙毅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，还把我给牵扯进来。如果知道陈峰在这，打死他也不会来。眼下他开始担忧我的处境，于是直接夺走陈峰手中的酒杯。陈少，对不起，我朋友没见过世面，不是故意顶撞你的。这杯酒我喝，喝完以后你想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但是能不能请你放过我朋友？孙毅颤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诉求，为了保护我，宁愿任人摆布。你特么算是什么东西？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保护这小子？你个臭婊！陈峰话还没说完，脸上就出现了一道掌印。没错，是我出手了。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看着我。你个乌龟王八蛋，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敢杀老子，今天你要不死，我他妈跟你姓！说完，陈峰的2个保镖动了，直接冲我而来。我刚才扇你，你可服？不，我服。我现在扇你，你可服？我真知道错了，大哥，你究竟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陈峰被我2巴掌弄得快哭了，随后我直接把他的电话扔在地上，打电话给陈正国，他若跪在我面前，我就放过你。这一刻，所有人再次懵逼。陈正国可是陈家家主，整个江城谁敢直呼陈正国的名字，更不用说让他下跪了。你确定吗？班花参加宴会，惨遭本地大佬欺负，我2记耳光教他做人，并扬言让他爹跪在我面前才会放过他。打电话给陈正国，他若跪在我面前，我就放过你。你发什么神经？你还年轻，别把命搭进去啊！他们比你想象的还可怕。这样吧，你等会假装上厕所，趁机逃走。随后，孙毅递给我一张银行卡和车钥匙，并转头看了一圈。这张卡你拿着，里面有30万，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，密码是6个1。等会儿你开着车，跑得越快越好，千万别回头。孙毅此举倒是让我无比感动。这个时候了，还在为别人着想。那你呢？你管我干什么？我一个女孩子，他们能杀了我不成？你快走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响起了一道威严的声音：今天谁也别想踏出这个宴会半步。陈家家主陈正国来了，跟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位古武者，是一位高手。你到底在干嘛？陈正国来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吃东西呀？来，吃个鸡腿，味道真的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还在吃东西，都快把孙毅急哭了。所有人看着这一幕，顿时一阵无语。当然，他们要等的是看我好戏。爸爸，就是这个家伙，你给我安排的那2个保镖已经被干趴下了，他还扇我耳光，扬言说要让你跪下才能放过我。爸爸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陈正国扫了一眼自己的儿子，发现整张脸都肿了，这下他的脸色彻底铁青。幸好这次宴会没有江城其他大人，否则此事传出去的话，他们陈家就成了江城最大的笑话。那个动手的自己站出来，跪下磕10个头。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我的身上，本以为我会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却没想到我还在吃东西。卧槽，这到底是哪里来的饿死鬼啊？陈家家主发话了也不理。这不会是神经病医院跑出来的吧？你们说会不会这家伙觉得自己要死了，最后吃一顿好的？应该是这样。去把那小子带过来。陈正国的其中一个保镖瞬间冲了上来，一记手刀直接冲我脑门劈来。就在手刀快要落下的时候，我轻轻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手刀。你们还远远不够格。说着，我直接把这个保镖扔了出去。剩下的保镖见状，全体冲了上来。我轻轻地跺一下脚，凭借周身的气息，直接把剩下的保镖全都给震飞出去。短短几秒就丧失了作战能力。这一刻，整个世界都寂静了。孙毅彻底懵了，瞪大着眼睛看着我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你不是卖药的吗？这年头，乡下医生都这么厉害了。可别小瞧了乡下医生，你说让我替你挡酒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人敢逼你喝下一杯酒，没有人。说完，我起身向陈正国走去，冰冷的目光直接射向陈正国。5年前，我是文家废物，苟且偷生。5年后，我回来了，带着一身通天地泣鬼神的修为回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陈正国被我的气势吓得连连后退，幸亏有他身边的老头扶住了他。他总感觉我有些眼熟，但就是说不出来。明老，难道这个家伙？他身边的老头点了点头，用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
你猜对了，此人应该和我是一类人。不过看对方年纪，刚入行不久，不足畏惧。陈正国听到这个消息，长吁一口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劳明老出手了。老头跨出好几步，直接来到我的面前，双眼微眯，两手放在身后，俨然一副高人形象。小子，不要以为你学了几招就无法无天，在老夫手里，你只不过是一只蝼蚁而已。明老，我要这小子的右手。小子，现在我陈家要你一只手，你可有话要说？你特么废话真多，再多说一句，我让你此生都是废人。我说这话瞬间传入大厅所有人的耳朵，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想捂住嘴巴，生怕自己惊呼出来。狂妄的年轻人！说罢，老头的身影突然消失，整个宴会厅只是一眨眼，便出现在我面前。老夫今日就让你明白什么是金子，是吧？老头的这一整并不简单，我连忙运转9天玄阳诀，一道真气直接。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的修为怎么可能是？我是谁？我是你永远惹不起的人。我和老头的对掌只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。一旁的孙姨捂住嘴巴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陈家父子更是犹如石化一般，呆在当场。陈正国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位大人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这混账东西，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我真不知道孙小姐是您的女人，我错了。你觉得是我需要你的道歉吗？陈峰心里咯噔一下，顿时明白，连忙跪着来到孙姨的面前。孙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不该骂你，我是婊子，我全家都是婊子。陈峰一边说一边抽着自己耳光，他是大家族出身，知道察言观色，现在家里没有了姨丈，最重要的是先活下来再说。孙姨有些惊魂未定，看着眼前昔日里不可一世的男人跪在自己面前，一时间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走吧。陈峰喜上眉梢，连忙站起身来，瞬间来到陈正国身边。爸爸，我们快走吧，一起去警局弄死这小子。陈正国点点头，他是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。两人刚准备离开，一道慵懒的声音从背后响起：陈正国，我有让你走吗？你在叫我吗？我好像没有得罪。跪下。陈正国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威压袭来，他的肩膀犹如压着一座巨山。这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变了。虽然陈家不算顶级家族，但也是极其强大的存在。现在家族的掌舵人居然像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下跪，这个世界要变天了。陈正国，你可知？不许动！我和班花出席宴会，遭到当地大佬的欺负，修仙归来的我随意反击，就重创了对方。没想到对方竟然无耻的选择报警，全部都带回警局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等会儿我们只是进去做笔录，应该没什么事，反正有监控，全程都是你自卫，没事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下来。很快笔录便做完了。奇怪的是，酒店的监控录像好像被动了手脚，我和陈家老头的激烈对决被删减了。还是外面好啊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去第2次了。回去我一定要洗个澡，除身上的晦气。看来要找个时间见见这2个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在想，刚来江城，还真不知道去哪里解决住的问题。你从乡下来江城，推销你的偏方，肯定挣得不多，也住不起酒店。孙姨犹豫了很久，才继续说道：这样吧，你去我家里住1晚上，我那里还有一个房间空着，虽然不大，但总比睡公园好吧。孙总监，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？还是说，你看我今天英雄救美，想要以身相许？孙姨白了我一眼，装作一脸嫌弃的样子。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姑奶奶我还看不上眼，爱睡不睡？哼，睡，当然睡。谁要你睡？哼，不过话说在前面，只准你睡1晚。孙姨话刚说出口，就捂住嘴巴，这话听起来太暧昧了。再看看我那贱贱的样子，准一肚子坏水。另一边，负责龙湖酒店案件的白冰女警还在看监控录像。陈家的保镖据说都是特殊身份退役，怎么在这家伙面前这么不经打？是巧合，还是这个家伙真有这个实力？大师兄，帮我查看一段视频，分析一下里面的那个青年。白冰的大师兄是华夏神秘龙魂突击队的队长。10分钟后，白冰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师妹，我要视频里那个青年的所有资料，立刻，马上。晚上10点，孙姨带着我回到了她的住处。想住老娘这里可不是免费的，去把厨房的碗刷了。我堂堂一个修仙者，要是被圈子里的人知道给一个女人洗碗，怕要被笑掉大牙。其实对于孙姨，不管她提什么要求，我都会尽量去满足，只为了5年前埋葬文家的那份恩情，而这份情一辈子也还不完。趁着她洗澡，先修炼一下吧。1小时后，孙姨洗完澡出来了，
哈哈，你这是搞什么？学电视里那些大侠修炼内功吗？文大侠，别练了，赶快去洗洗睡了。好的，你是地主，一切听你的。趁着孙怡已经熟睡，我悄悄地溜出房间。白天得罪了陈家，牵连到孙怡，陈家肯定不会放弃对我们俩的报复。我自己无所谓，但是绝不能让对孙怡有威胁的人存在。陈家一定要清楚的。爸，你别走了，我都要被你晃晕了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明老受了重伤，成了废人，老爷子又不在家，我们陈家必死无疑。爸，你也太杞人忧天了吧！爷爷虽然不在江城，但还活着，谁敢找我们陈家算账？我看白天那小子有点眼熟，而且对我充满杀机，我这右眼皮都跳1天了。爸，你太敏感了，那小子修为刚入门，怕他干啥？一个混账东西，懂什么？看来我明天要亲自去武夷山把老爷子接回来，我要这小子死！我要亲手砍了这家伙的手脚！妈的，还有孙毅那臭婊子！一想起孙毅那么好的身材，陈峰就心里痒痒的，玩起来肯定爽翻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从他们背后响起：“我闻夏雨的女人，你们也敢动？”刹那间，陈家父子双双怔住了，因为这个声音他们太熟悉了。那个魔鬼来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这茶真不错，武夷山大黑袍，好久没喝了。陈家父子被我这样的举动吓傻了。我越是如此，他们就越是恐惧。你究竟要干嘛？白天我跪也跪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陈峰也受不了这样的气氛，直接跪下。文大师，于哥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都是我爸提出来要玩万岁的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你只要放过我，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你特马！陈正国全然没想到，这个时候他那混账儿子居然直接把他出卖了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告诉你，我陈家可是有着一位武道宗师，如果你敢动我们，宗师之怒可不是你能承受的。宗师，呵呵，你说的是10年前就上山修行的陈宝国吧？看来你还知道这个圈子。我知道你是鼓舞者，我也知道你们鼓舞者的规矩。今天我们出事了，你觉得你能侥幸活下来吗？哦，是吗？现在你说我敢不敢？陈正国脸色惨白，他知道下一个就轮到他了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仿佛苍老了10几岁。我知道你要我死，但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要对我们赶尽杀绝？我们无冤无仇。好一个无冤无仇！我问你，陈正国，你可记得5年前云湖山庄的那场宴会？你可记得5年前死去的那对夫妇？你可记得当年你那张恶毒无比的嘴？我的声音如滚滚雷音般在陈正国耳边炸响，他整个人呆住了。他当然记得这一切。5年前云湖山庄的聚会是江城无数家族的噩梦。你是文家那个废物，那个坠河的文夏雨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没有人知道陈正国此时此刻心底掀起怎么样的惊涛骇浪。那个文家废物居然死而复生了，而且带着一身恐怖的修为回到了江城，回来复仇了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不是你们口中的鼓舞者，我是一位修炼者。在修炼者眼里，鼓舞者犹如蚂蚁一般渺小。与此同时，武夷山上，陈家老爷子陈宝国正在突破的关节，却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是谁？究竟是谁？敢杀我族人，毁我10年根基！我陈宝国对天发誓，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我隐瞒身份和班花一起合租，随手在餐巾纸上写下几个字，就价值1000万。班花却认为我没钱还装逼。孙姨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突然不想走了，怎么办？提不提供常住服务？我可以天天给你刷碗，冬天给你暖床也行啊。你想耍流氓啊？还暖床？老娘睡觉暖着呢，不需要你暖床。被孙姨拒绝后，我眼睛一转，立刻改口说：那你给我暖床也行，要是能抱着你的那双长腿睡觉，我估计做梦都会小心。一天下来，孙姨也是大致知道了我的性格，满嘴跑火车，但是心肠不坏。你如果真要住下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第一，你要提前交房租；第二，任何情况，卫生间都是我先用；第三，衣服和碗筷都归你洗。你可以考虑几个小时哟。不用考虑，没问题。不过我现在身上没钱，你说我可不可以拿东西抵押？孙姨算是服了，她甚至在怀疑我说过的话，难不成还要包养这个家伙？就在孙姨愣神的功夫，我迅速在餐巾纸上写下初级驻颜丹的药方，虽然等级不高，但拿出去卖，至少可以养活一家上市公司。那啥，这是初级驻颜丹的配方，我稍微改了一下。你不是美容集团的总监吗？你只要把这个配方给技术部的人看，他们识货。孙姨一脸嫌弃的看着我手中的餐巾纸，你不会是想用这张餐巾纸抵1个月的房租吧？不是的，我是想用这张药方换1个月的房租，再加3000块钱。如果不是我没钱，我肯定不会这么做，也算报答你收留我吧。
但话说在前面，这药方至少值1000万，如果低于1000万，你千万别买。孙毅差点被我说出的话呛个半死，他瞪大着眼睛看着我，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但看我一脸的认真，又觉得不像是闹着。随便在餐巾纸上写几个字，就价值1000万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这一刻，孙毅对我的好感下降到了极点，他甚至产生了一丝厌恶。如果不是我长得像他老同学，早就把我轰出去了。你这药方我收下了，这是3000块钱。其实我知道你们男人要面子，但没必要这样。3000块我可以给你，但是希望你能收起你那好高骛远、不切实际的心。说完，孙怡就去上班了。看他失望的表情，还是不相信我呀。孙怡啊，孙怡，你把我看得太渺小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口袋里的那张纸有多么重的分量。孙怡去上班后，我也没闲着，必须马上赚钱，搞点药材，提升实力。这年头打工是不可能的，创业时间成本太高，卖药方没人信，治病救人倒是可以，但现在治病都要学历和行医资格证，看来我只能先摆地摊了。说干就干，忙了一整天，终于把摆地摊所需要的工具准备好了。而这时候，孙怡也下班回来了，看到我不仅不出去找工作，反而干起了坑蒙拐骗的生意，火气立刻就上来了。你到底幼不幼稚？你就不能做正经工作吗？我这是救死扶伤，怎么不是正经工作了？唉，你如果需要钱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希望你像你的名字一样，项羽。你爸妈肯定是想让你成为项羽那样胸怀大志、努力奋斗的人。你现在这样做，以后怎么面对他们？说到这里，孙怡以为我会笑嘻嘻的反驳，却没想到我低下了头，默默转过身，拿上今天准备好的东西，准备离开了。我也想以后能面对他们，但是已经不可能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孙怡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他知道自己刚才那番话对于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意味着什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眼眶湿润了，又想起了5年前的那件事，文家满门被灭，曾经的同桌文夏雨也不在了。那时候他不顾阻碍，埋葬了文家3人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刻追了出去，但我早就不见了踪影。夏总，你回来了。孙怡在哪里？立刻回公司 S 级紧急会议。挂断电话，孙怡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。他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到过总裁的语气这么急迫，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般。 S 级别的紧急会议，这可是最高级的紧急会议，难道华美集团出事了？另一边，我在城北公园正式出摊问诊，开业大酬宾，男女老少都能看好，诊费10万起。旁边的大叔本来想过来劝我，哪有摆摊这么摆的，但我的摊位瞬间围满了人，大部分都是来看我笑话。小子，你是刚来的吧？你来这里治病还10万块，确定你没开玩笑？我知道这个黄毛没安好心，你交10万诊费，就会知道值不值。就你还敢要我10万块？你这种骗子，老子见一次打一次。你有本事试试。我虽然没有动用任何真气，但好歹是一名修仙者，一个眼神就足以震慑众人。黄毛瞬间感觉自己犹如被死神锁定一般，额头立刻渗出豆大的汗珠，整个人如坠冰窟。黄毛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，不料脚步一滑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引得众人哈哈大笑，只好一溜烟落荒而逃。小兄弟，你这诊费10万是日元还是韩元？华夏币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10万块相当于江城白领1年的收入，这病谁看得起啊？这10万块只不过是定金，如果病症有些麻烦，100万起步。不过我可以确定，效果一定满意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寂静了。10万还只是定金，后续还要100万起步，这特马是哪里跑出来的神经病啊？下一秒，人群爆发开来，骂声一片。你特马分明可以去抢10万块，却打着幌子给我们治病，亏你要得起，真以为自己是华佗吗？这家伙估计是骗子，交完定金就跑了。对，一定是骗子，我们报警。小雨，不好了，有人报警，你赶紧走吧。我看着怒骂的路人，无奈的摇摇头。本以为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一个人愿意试一试，现在一闹，全都把我当骗子了。就在我准备收摊回去的时候，2个少女从人群中挤了进来。众人看到如此漂亮的女孩子，立刻停止了谩骂。那个，你真的可以看好大病吗？好，那你跟我回去。偶尔去医院的年轻人都知道，要是不会3招拒绝法，根本无法逃脱各种仪器的检测。而这个小伙子看个癌症晚期，开口就要1000万。孟佳，你发什么神经呀？这家伙明显是骗子，你可不要病急乱投医啊！而且明天就有外国专家给伯父手术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相信这种骗子？都找多少所谓的专家了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那你也得睁大眼瞧瞧啊！你看看这家伙才几岁啊，和我们差不多大，顶多就是个实习医生，月薪1800，靠骗来发家。沈梦佳一听这话，有些犹豫。那个，你真的不骗人？
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诚信，我文夏雨从不骗人，如果治不好，随你怎么处置。他都那样说了，你该相信了吧？渣男也不会说自己渣啊，你找医生就像找男朋友，擦亮眼睛才行。遇到渣医怎么办？渣医我也认了。很快，沈梦家便带着我上了一辆黑色小车。10分钟后，车子在一处别墅区停下。我叫沈梦家，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找你。不奇怪啊，你是唯一一个识货的人。想要10万块，可以，我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蒙骗我母亲。你到了我家，你要说可以治好我爸，但是必须带山上治疗1年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5万。我的天啦，梦家，你原来是不想让你妈承受打击，才找的这个骗子，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啊。小米，我真的没有选择了，爸爸得了绝症，根本治不了，撑不到明天了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母亲身体不好，如果知道爸爸出事，她肯定会想不开。我真不想一下子失去2个亲人。这时候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货的人，结果尼玛，这丫头不是看中我的医术，而是看中了我的骗术，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等会儿进去了，就按孟家说的做。进入别墅内部，我第一眼便看到了沈梦家的父亲，他躺在床上输液，眼眸紧闭，嘴唇发紫，整个身子瘦如骨柴，生机全无。这是一个几乎踏进鬼门关的人，世间医术根本救不了。这几年我爸忙着做生意，没有注意身体，上个月查出得了肺癌晚期，能去的好医院都去了，医生说只有3天寿命了。后来我们请到了有名的邱医赞神医，才撑到现在。不过邱神医昨天告诉我，我爸爸可能只有1天生命了。哎，好在我妈并不知道这件事，希望你能帮我隐瞒一下，真的拜托了，钱不会少你1分。我正想说话，只见一个穿着旗袍的贵妇匆匆走了过来。佳佳，我刚才听邱神医说你爸没多少时间了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海华走了，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沈小姐，对不住了，你的那些钱我不能收，这可是人命一条，我们医生要为说出的话负责。你沈梦家快被气炸了，出门前这个老东西还答应的好好的，回来就背叛了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约30岁的青年也走了过来。孟家，做人要诚实，生老病死本来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你瞒着妈妈做什么？估计爸爸差不多该走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殡葬公司，到时候给爸爸办得风风光光的。沈梦龙一直想要继承他爸的遗产，本来沈海华死后，财产是3人平分，如果这时候沈母被气死，那他要继承的遗产更多。沈梦家在心里直呼沈梦龙卑鄙无耻，而沈母听到这番话，整个人几乎昏厥。夫人，请节哀顺变。沈母彻底崩溃，直接冲着墙壁撞去。海华，我来陪你了。沈梦家脸色大变，想要拦住母亲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而沈梦龙和邱神医压根没有阻拦的意思，甚至嘴角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简直是畜生都不如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个闪身直接挡下了沈母。里面那个家伙我能治。一瞬间，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沈梦家看到我就吓了他母亲，长吁一口气，随后听到我夸下海口，顿时一阵头疼，好像在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演什么演？你小伙子，你真能治好海华吗？真的吗？可以。你放屁！妈，这种江湖骗子你也信？爸爸可是得了癌症晚期，不是感冒晚期。放眼整个华夏乃至整个世界，哪里有成功的案例？这小子怎么治？你看这小子毛都还没长齐，大学都没读完，还学别人治病，真是离原上谱，是个250。别人救不了，不代表我文夏雨救不了。小子，你说话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毕业证拿出来我看看，说不定你们院长都是我教的。我没有。这一刻，邱一赞和沈梦龙都笑了，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就这还出来治病，治尼玛呢？再让我听到那个字，死。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，而父母就是我的逆鳞。沈梦龙彻底不敢说话了，仿佛被笼罩在死神的威慑下。想要我救治这个人，可以，诊费1000万。在场所有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，见过癌症晚期的都知道，就算你有万亿资产，也逃不过嘎的命运。而这个亿万身家的富豪却撞了大运。1000万，你还真要得起？你真以为自己是华佗吗？夏雨，你别再演戏了，差不多得了。等花儿出去，我再给你10万。我并没有理会沈梦家，我的世界他不懂。不好意思，你们都误会了，1000万只不过是让他醒过来的价格。要想彻底治好他，还需要一个疗程，这个疗程是5000万，不还价。当在场所有人听到5000万，脸色彻底变了。
都以为我是个疯子，神经病医院跑出来的。一时间竟然无人说话。给你们3秒钟的考虑时间，我没空在这瞎耽误功夫。不治的话，我马上走。3、2，我治。神母显然是没有退路了，如果不治，她老公活不过今晚。好，去准备1000万，我先进行第一步，让他醒过来。在这期间，不准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。说完我就关上房门，开始为沈海华进行第一个疗程。这家伙真能把爸爸救醒吗？哼，仪器已经检测过了，心电图也不跳了，爸爸都嘎的不能再嘎了，你信他个鬼！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书生怎么让爸爸醒过来。如果他做不到，我就报警让他踩缝纫机去。1个小时前，我也查看过你爸爸的情况，毫无生机，确定已经是死了。我看你们也别抱期望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能把沈海华救醒，只有神母一个人在默默祈祷，还抱有希望。你也算命不该绝，在最后一刻碰见了我。老头教给我的通天医术，足以把你从鬼门关给拉回来。说完，我立刻运转9天玄阳诀，一股强大的真气从丹田涌出，慢慢的汇聚到了我的手指。下一秒，沈海华周身出现一道屏障，身体更是缓缓升了起来。要用身体内所有真气，真是累啊！之后，我便从口袋中掏出银针，只是一眨眼，这些银针好像跳动的音符一般，直接落入了沈海华的体内。人体有12经脉，7经8脉，12经脉和任督二脉成14经。我要做的就是用银针和阵法连接沈海华的阳脉，因为阳脉代表着生。10分钟后，第一阶段的救治结束了，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早知道要一个小目标了，这么消耗真气的行为太便宜他了，就当你是我第一个客户，打个折吧。我回到大厅后，众人都心照不宣地等我开口。还算顺利，里面那家伙也快醒了。我要的钱呢？大师，真的吗？你的意思是海华马上要醒了？我点了点头。谢谢大师，这是银行卡，密码是6个0。就在神母打算把手中的银行卡递给我的时候，沈梦龙一把抢了过来。妈，你看看里面，爸爸哪里醒了？不是还躺着吗？这种骗子的话你也相信？这家伙在里面洗澡了吧？搞得一身疲惫的样子，就是为了博取同情。亏你还是一名医者，一天到晚的骗这种钱，我都为你感到羞耻。沈梦家虽然想为我说话，但他也知道沈海华是不可能醒的，除非奇迹。看来都不相信我了。我一巴掌扇飞了沈梦龙，拿走了掉在地上的银行卡，随后淡然自若地朝外面走去。这是我应得的枕巾，还有那家伙会醒，但只能活3天。3天后没有我的药，天王老子也就不活的。随后我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线。我尼玛，敢扇我耳光，还当着这么多人拿走1000万！我要马上报警，让他进去踩缝纫机。神少，我有个朋友在江城警局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就在这时，神母大叫一声，冲进房间。所有人都是一怔，以为神母又要自杀。但是当他们目光看向屋里的刹那，呆住了，因为沈海华居然自己坐起来了。卧槽，这是人还是鬼？沈梦龙吓得倒退了几步，一个本以为死去的人就这样坐起来，直直地盯着他，这得多么恐怖啊！秋神医直接被吓尿了，这是他从医几十年从未见过的画面。他居然真的治好的父亲，怎么可能？这一刻，沈梦家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幼稚。他的父亲终于醒了。这一刻，他才发现，那个青年从一开始就没有撒谎。海华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醒过来了？艳芳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活过来了。对了，那个神医呢？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估计早就死了。沈海华虽然昏迷，但我施救的过程他是能感受到的，堪称鬼斧神工，天神下凡。在他心里，这种人就算不能交好，也绝不能交恶。能掌控你生命的人，注定会凌驾于权力之上。怎么了？都哑巴了，说话呀！随后，沈梦家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混账东西，你居然把神医气走了！你个废物，你要我死才愿意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别想从老子这里拿走1分钱，你不再是我沈海华的儿子。爸，不要啊，我知道错了。沈梦龙彻底慌了，他要是没钱，好车和女人就都没有了。还有你们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居然敢这样侮辱神医！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找不到这位神医，我发誓你们全部都要完蛋！沈海华彻底怒了，他知道自己活不过3天。都去给我找，翻遍江城也要给我找到他，除了艳芳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找不到小神医就别回来！我随手在餐巾纸上写下几个字，就价值10个亿。班花却不相信，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张餐巾纸却是他公司的救命稻草。几个小时前，华美集团股价暴跌。经过调查，其原因是竞争对手立新美容集团推出了一款美容口服液，对改善皮肤有显著作用。立新美容集团的美容口服液一旦上市，将会对华美集团进行重创。
怪不得夏总召开 S 级紧急会议。华美集团高层会议室内，几个核心成员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整个会议室闹哄哄的。此时的孙怡正在拿着我早上给她写的单方。我怎么会突然想到他？那个家伙的话怎么能信？孙怡啊，孙怡，你真的很可笑哟。孙怡，你在想男人啊？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。突然一道女声把孙怡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公关部总监苏娜。这个苏娜整天在孙怡面前炫耀，两人相处得非常不愉快。我想不想男人，管你什么事，做好你自己的事。哟，你这被包养的人还有资格说我？整天这么骚，估计都不知道被多少人捅过吧？混蛋！孙怡被这话气得直接站了起来，刚想开骂，却发现手里的餐巾纸被苏娜抢走了。快把餐巾纸还给我！小贱人，这么激动啊？看来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苏娜摊开一看，以为哪个高管给孙怡写的酒店地址，却没想到是一张药方，最上面更是写着初级驻颜丹4个字，直接把她给逗笑了。孙怡啊，孙怡，你是脑子短路了吧？这什么驻颜丹你也信？电视剧看多了吧？看这字迹像是男人写的，不会是哪个骗子给你，想换你一晚上吧？快把东西还给我！我本来以为你顶多值几百块钱，现在看来你是1块钱都不值啊！哈哈。苏娜摇了摇头，随手把餐巾纸丢在地上，更是踩了几脚。餐巾纸本身就不结实，这下直接破损一些。孙怡把餐巾纸捡回来后，夏若雪就进来了。新闻大家都看了吧？华美集团业务直线下降，竞争公司新产品一旦上市，对我们绝对是重创。所有人都沉默不语。我就纳闷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难道就研发不出一款有效的爆款吗？夏若雪的语气带着一丝严肃。会议室没人敢这个时候站出来。研发部，我让你们去全球搜索配方，这件事是不是被你们忘了？不，总裁，这民间配方极其珍贵，根本不是那么好拿下的。我们一直派人在收集，虽然高价收了一些，但效果甚微。夏若雪一拍桌子。集团竞争这么大，这么一句交代就能蒙混过关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研发部门全体加班，不管如何，哪怕天价，也要找到合适我们华美集团的配方，要么就你们自己研发。就在这时，苏娜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，她有个办法毁掉孙怡，让她成为集团的笑话。总裁，其实这件事很容易，我可是听孙经理说，他手上有着无价的美容药方，他还向我保证，一定能挽救集团的生死。苏娜，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到底哪个孙经理？当然是真的，刚刚孙怡还悄悄告诉我的，不信你们问孙怡。说完，他仰着下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孙怡，眼神里充满了玩味。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孙怡身上，孙怡都有些懵了。他手上有配方不错，但是他以为是我瞎写的，骗人的配方怎么能拿出来呢？孙怡，你真的有驻颜丹的配方吗？快拿出来，只要属实，我立马给你提拔为副总裁，外加3%的股权。孙怡惊了，他万万没想到总裁居然这么舍得，这些东西加起来至少价值10个亿。夏若雪见孙怡没有动静，以为他不满意。难道你觉得这些条件还不够？既然这样，你开个价吧。不是的，夏总。孙怡连忙解释，但他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，无奈之下，只能闭着眼把初级驻颜丹的配方拿了出来。对不起，总裁，这只是我朋友开的一个玩笑。夏若雪看了一眼破旧的餐巾纸，脸色变了，这能是驻颜丹的配方？价值10几个亿的配方，尼玛，写在一张破餐巾纸上，真把他这个总裁当傻子不成？不光是夏若雪，在座所有人都有些愤怒。孙怡居然拿一张破纸糊弄你！就在夏若雪准备发作的瞬间，医学泰斗徐老冲了过来。他只是瞟了一眼配方，看到几味药真有美人作用，便仔细端详起来，越看越激动，越看越脸红，后面整个手都颤抖起来，都快要哭了。这真是驻颜丹！我的天，我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这种宝贝，死而无憾了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大脑好像传来一声炸响，这破餐巾纸居然是价值10亿的配方，世间真的有驻颜丹？徐老不会撒谎。在座的所有人根本不担心。这是真的吗？那家伙给我的真是驻颜丹？怎么可能？孙总监，你能带我见见你嘴里说的那位给你配方的人吗？求求你了！医学泰斗徐老都快给孙怡跪下了，他实在太激动了。徐老，您别这样，我受不起。孙怡此刻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我出门时落魄的背影，他耳边更是响起了对我的指责声，他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。原来可笑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我？这么贵重的东西说送就送了，难道是我喜欢他，送他的定情信物？他的脑袋一片混乱。徐老，您确定这个配方真的有用？总裁，我敢用性命打赌，肯定有用，而且这配方比立星美容集团的产品好100倍。只不过一口气说完，这配方似乎破损了，有一味药不是很清楚。孙总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孙怡刚想说话，就有一个中年男子站了出来。
总裁，这事我知道。在你来之前，公关部苏总监从孙总监手里抢过这配方，更是踩在脚下。如果不是你来得及时，这配方可能就毁了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看向了苏娜，每个人眼神里充斥着愤怒。这可是关乎集团生死的配方，这女人是想死不成？苏娜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我们华美集团？哈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华美集团总监，立马给我滚出会议室！如果这药方出了什么事，我保证集团会对你追究刑事责任。你最好祈祷这药方没事。说完，夏若雪转身离开。总裁一走，徐老和几个研发部的再也忍不住，啪啪给了苏奈几个耳光。贱货，看你干的好事！蛇蝎妇人，你居然敢毁了这宝贝，等着完蛋吧！一时间，苏娜被人群起而攻之，整个会议室也乱成了一锅粥。拼命赚钱的中年人都知道，假如给你价值10个亿的药方换1个月房租，想必你们都会换。但你们见过这么天真的年轻人吗？你老实和我说，你今天给我的那张餐巾纸真的是初级驻颜丹的药方吗？当然是了，拿出去养活一个上市公司不是问题。孙怡纵然有了心理准备，可听到这药方是真的，也心里一颤。这么珍贵的配方，你为什么要给我？我们俩才认识2天呢，我把它还给你吧。你给我做什么？这已经是你的了。你忘了这单方是你用3000块和1个月房租换的。你如果给我，那我立刻出去流落街头。可是不要可是了，我给你的东西只不过是我身上最低级的而已。你如果不想要，扔了便是。孙怡听到这话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心里仿佛在说：我心真大，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扔就扔。要是没啥事，我就先休息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孙怡见我要走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？那个，你不是要见夏若雪吗？你的药方很可能让华美集团起死回生，所以夏总要亲自见你。明天上午10点，你有时间吗？如果是前天，我可能会立刻答应，毕竟见到夏若雪，老头交给我的任务就能完成了。但现在我没时间，刚赚1000万，可以购买药材提升实力了。没空，想让华美集团起死回生，让他亲自来见我。孙怡没想到我会拒绝，还这么果断。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，夏家千金，江南3大美女之一，无数人想见都见不到的人，居然会被我拒绝。另一边，夏若雪接到孙怡的电话，总裁，他拒绝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夏若雪挂断电话，心中产生了一丝挫败感。难道是我不好看，还是说项羽不是个男人？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，我倒要看看拒绝我夏若雪的究竟是什么男人。药方因为苏娜一采少了1味药，华美集团自然不可能贸然采用，所以夏若雪已经给孙怡下了命令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我请到华美集团。一夜无话。第2天是周六，孙怡休息。今天陪我去逛街吧，你来江城还没出去逛逛呢。可是我不喜欢逛街呀。不行，你必须去，你连个手机都没有，以后赚大钱了，人家怎么和你联系？那明天行不？我今天有事呢。我今天确实想出去买点药材，刚从沈海华那赚1000万，正好炼制一些丹药提升实力。明天要上班了。你不是双休吗？上什么班？你是穿越回来的吧？新闻都不看吗？明天虽然是周日，但需要补5一假期的班，好凑够5天连休。这谁搞的这一套？烦不烦人？放不起假就别放啊，还调休？可不是吗？2个周日的休息都要上班，看着是放假5天，实际只放假了1天。还是不上班好啊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出了小区，刚走200米，我便发现有人跟踪我们，直觉告诉我是冲我来的。难道是当年的仇家找上门了？我担心会伤害到孙怡，于是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离开了。走到一处偏僻地方，发现那家伙还在跟踪。你是谁？快出来吧！跟踪我的家伙似乎不肯现身，再不出来，你就没机会出来了。就在我准备出手的瞬间，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走了出来。大哥饶命啊！谁让你来的？男人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现在整个江城，不管是明面还是暗地里，都在找你。只有找到你，就有100万赏金。我一时心动才会跟踪你的，请大哥高抬贵手。我还要送外卖养家糊口，上有老下有小。我接过照片，扫了一眼，发现果然是自己。照片背景是沈家别墅大门口。是不是沈海华在找我？是沈家、沈海华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只是最近几天，沈海华发动所有力量，调取全城的监控来找你。我只给了沈海华3天寿命，如果这3天没有自己配置的丹药，他必死无疑。也只有一个将死之人才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找自己。你回去告诉沈海华，要想活命，别搞这种把戏，让他亲自来找我。另一边，沈海华在别墅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来回走动。他只剩下1天活命时间了。俗话说，富人都怕死，他也一样，倾尽一生创立了北冥集团，在江城也算是鼎鼎有名的上流人物。还没有消息吗？这个纹神医仿佛给我开了个玩笑，给我3天活命时间，现在却又消失不见。海华，你说那个纹神医会不会出了江城？不然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啊。不太可能，我已经派人到江城的所有车站路口守着了。如果再没有消息，就只能派更多人一家一户的搜了。就算把江城翻个遍，也要找到纹神医。这时候，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，
沈海华犹如离弦的箭一般冲了过去，一把拿起电话，呼吸急促。是不是有消息了？沈总，有消息了，文神医让人带话给你。什么？快说呀！你要急死我吗？沈海华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文神医说要活命，别搞这种把戏，亲自去找他。来人，备车，马上出发。另一边，我和孙怡在一家阿牛尼品牌店停了下来。她在犹豫要不要给我买一身衣服，然而她还不知道我已经是千万富翁了，亿万富豪癌症晚期被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我收他1000万，但没有我的药，他只能活3天。为了活命，富豪竟然悬赏100万全程找我。可看清楚了，文神医真的在益达购物吗？是的，沈总，益达广场的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。事不宜迟，我的命可掌握在这个20岁左右的青年手里。沈海华得知我的行踪后，便上了一辆劳斯莱斯，匆匆赶往益达广场。而我正在和曾经的班花一起逛街。走吧，我不喜欢这个牌子的衣服。隔壁李宁正在打折，运动装挺好。再说你我认识才3天，干嘛给我买这么贵的衣服？但我就想看看你穿模特身上那套衣服怎么办？没必要，人家就是贴个牌子。这年头品牌溢价多严重，我看隔壁差不多的衣服比他们便宜好几倍。可是孙怡，是你吗？孙怡正想说话，被一道声音打断了。随后一个打扮颇为时髦的女子走了过来。看到这个女子，孙怡的脸色明显有点不好看。我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个女人。非常巧，正是我和孙怡的高中同学何倩。孙怡，没想到是你啊！去年同学聚会怎么没见你来？听说你在华美集团上班，卖美容药吗？这年头卖美容药可挣不了几个钱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了吧，多轻松。这么多年了，何倩还是一点没变，嘴巴叭叭个不停。上学那会儿，张口闭口就叫我文废物。孙怡不想说话，刚想拉着我离开，何倩又开始炫耀了。哟，孙怡，几年不见，男朋友都有了，只不过你这男朋友看起来不怎么样啊，除了脸蛋好些，这一身不到200块吧，估计和你一样是个穷鬼。见我和孙怡不说话，她更加得意了。不过你男朋友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熟呢？好像上学时候那个文家废物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居然敢追求我家楚舒然。只可惜那个废物已经死了，不然我家舒然还想逗逗他呢。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蝼蚁还是对当年的事念念不忘。正当我出手让对方闭嘴的时候，孙怡站出来了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这样消费一位死者好吗？何倩，不要弄得我和你很熟一样。毕业后我们没有半点交集。说完，孙怡便拉着我走进阿牛尼店内。那个，把橱窗模特身上的那套衣服拿下来，我们就要这套了。小姐，您不给您的男朋友试一试吗？孙怡听到男朋友3个字，脸蛋红了下来。眼看何倩他们就要进来了，颇为硬气的对店员说：不用了，他和模特身材差不多，应该刚好。你给我包起来，然后买单。哟，孙怡，你要买这套衣服？我没听错吧？你知道这衣服什么价格吗？可不要为了面子反而让自己出丑哦。孙怡真的烦死这个何倩了，简直就是阴魂不散。她也不管什么价格，赶快给我包起来，我们赶时间。好的，这位小姐，因为您购买的产品超过20万，我们已经主动给您升级为阿牛尼尊贵会员，新品享受95折，打完折一共39万。听到39万，孙怡伸出银行卡的手突然停了下来。尼玛，一套衣服39万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关键是她的银行卡里最多只有30万。那个，我突然觉得这个颜色不太适合他，我们不要了，再看看别的。说着，孙怡就拉着我往外走。如果等会刷卡发现钱不够，就真的丢脸丢到家了。孙怡啊，孙怡，你们不会是没钱不敢买吧？既然没钱，为什么来这种上流人士才能逛的地方呢？还没走2步，就碰到何倩在店门口，一脸玩味的看着我。买不买是我的权利，你管得着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的银行卡根本没有那么多钱。一个卖美容药的能赚多少？你男朋友也没钱吧？2个穷鬼来逛阿牛尼，哈哈，真的让人想笑啊！何倩越说越过分，看我们的眼神也满是不屑和鄙。高中就知道你家里没钱，你高考好像考了600多分吧？照理说京城重点大学都能上，但你为什么没去呢？不就是想早点赚钱给你那个生病的弟弟治病？承认自己是穷人就那么难吗？孙怡眼眶有些泛红，恨不得冲过去扇对方一个耳光，但他知道如果这巴掌扇下去，他在江城真的就没有立足之地，他只能选择忍下去。被我说中了吧？我看你长得还行，找个有钱人，不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吗？对了，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是我男朋友赵俊，你知道他什么来历吗？北明集团听说过吧？
比你们那个华美集团强多少倍？我家阿俊就是里面的 CFO， 年薪500万，你敢想吗？什么 CFO？ 我还 UFO 呢？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何倩这种人，给他个说话的机会，就一直哔个不停，好像所有人在他眼里一文钱不值。哟，忘了还有这个穷鬼，还不知道你在哪里高就呢？拿着个破编织袋，不会是捡破烂的吧？我们车里有矿泉水瓶，你要不要？说完，何倩和她男朋友都笑了起来。我是一名神医，可以断人生死的神医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安静数秒，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孙姨呀，孙姨，你男朋友可真逗，还神医断人生死，哈哈哈，我要笑死了。你这个职业，当着我的面说说还行，就别在外人面前说出来了。我叹了口气，为什么这年头说真话就是没有人信啊？我真的是神医啊！那个叫沈海华的还满世界找我治病，难道要拉他来做成？我们走吧，衣服不要了。你真的很想看我穿这身衣服吗？孙怡一怔，不知为何，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下一秒，我便拿出一张卡，把那件衣服包起来，刷这张卡。我花40万买下一件衣服，却被高中同学质疑在演戏，不仅疯狂嘲讽班花，还肆无忌惮地侮辱我。我随手一反击，便让他丢了男朋友。刷卡成功，支付宝到账40万元。不可能！你这个下等人，怎么可能有钱买上等人穿的衣服？一定是你们串通店家在演戏。这位小姐，我们阿牛尼是全国知名连锁奢侈品品牌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你在抹黑，我们有权把你拉入黑名单。一旁的孙怡也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她根本想不到我真的有钱买这件衣服。走吧，去给你买几件衣服，没必要和狗一般见识。你骂谁是狗呢？好啊，孙怡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在外面做鸡才挣这么多，专门包养了个小白脸，否则你这张嘴，我早就想唬你了。真以为你背后有大家族撑腰，我就不敢了吗？我早就想出手了，如果不是孙怡再三阻拦，这种贱女人能逼到现在？你敢伤我？从小到大都没人敢动我一根手指，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益达广场？我不信。你阿静，他们都欺负死我了，你一个男的难道不帮我吗？何倩的男朋友这时候点了点头，站了出来，递给店员一张名片。我是北明集团首席财务官赵俊，请立刻向我女朋友道歉，否则我们北明集团将取消与阿牛尼的合作事宜。如果因为你导致合作出问题，你承担不起。另外，这小子在你们店里打人，你们有权利赶走他们。稍后我会让律师出面。此话一出，这个店员不敢说话了。如果真的因为自己导致合作取消，他真承担不起。这位小姐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不把这个穷鬼和那只鸡赶出去。何倩话音刚落，一巴掌又扑了过来。孙怡实在忍不了了，她一直退让，不代表好欺负。这位小姐，你这么做不合适吧？我在江城警局有几个朋友的，你这行为完全可以进去住几天。看在你一个女人的份上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晚上去西三顿酒店陪我喝点，我就考虑原谅你。滚！孙怡怎么可能听不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看她那色眯眯的眼神就知道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等着，我今天就以北明集团的名义向你们华美集团施压，我看你们怎么在江城混下去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我沈海华倒要看看谁敢借用我北明集团给瘟神医施压。赵俊听到这个声音，顿时身体一颤，他太熟悉这个声音了，是沈海华来了。北明集团的创始人居然还没死。沈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您生病了，已经好久没来公司了。哼，我如果再不来，有些家伙就要把我的心血归于一旦。赵俊笑容一僵，但还是向沈海华伸出手。沈叔叔，您开玩笑了？您今天来阿牛尼这里视察工作吗？沈海华没有给赵俊面子，直接拍开他的手，向我这边走来。孙怡和何倩都懵了。沈叔叔，我经常听阿俊提起您，您不必亲自过来的。这俩家伙，我分分钟钟处理的。温先生，您可让我找的好苦啊！您如果再不出现，我真的要去见阎王了。沈海华此话一出，全场陷入死一般的沉寂，所有人的眼睛瞪得老大。沈海华居然低声下气的用您这样的尊称叫我温先生，这样的大人物居然如此对一个年轻人这样说话，简直是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何倩更是狠狠的给自己一巴掌，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。当初我给过你们沈家机会，是你们不珍惜。温先生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我这就叫那个不争气的畜生过来向您赔罪。梦龙，还不赶紧滚过来！随后，沈梦龙直接走到我跟前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温先生，那天是我不对，请您原谅我。看到沈梦龙下跪，赵俊傻眼了。沈梦龙什么德行，他最清楚。从小玩到大的，没有服过任何人，更不会向别人下跪。看来今天自己是踢到铁板了。我们走吧，3楼女装也给你买几件，今天我有钱。说完，我就带着孙怡离开了。
直接把沈海华父子晾在了原地。看你干的好事，今天文先生不点头，你就别给我起来了。还有你赵俊，你刚才是不是得罪文先生了？别以为你和你爸做的事我不知道。今天就收拾东西滚蛋！老子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们父子得到公司半点股份。说完，沈海华便急匆匆地跟了出去。阿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个臭婊子，害老子什么都没有了，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办？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。另一边，我和孙怡又买了5、6件女装，一共才花了2000块钱。我好几次不让孙怡看价格，但都被拒绝了。这年头，这种女人少找了。我有钱，其实你不用这么伤。有钱也不能乱花呀，这些打折的衣服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正当我俩准备上车的时候，沈海华拎着几个袋子，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文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找您的，我找的是这位小姐。孙怡顿时有点懵。沈总，您找我做什么？这位小姐，您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不多介绍了。我这次来专程向您道歉的。我们集团员工恶意侮辱您，是我管理无方。这张卡是北明集团的小小诚意，还请您收下。孙怡看了一眼银行卡，知道这种卡里面的钱不低于500万。钱就不必了，那件事也对我没有什么损失，还请沈总收回。沈海华作为人精，自然知道对方会拒绝，便收回银行卡。既然您不收钱，这些衣服总可以吧？我随便挑的，价格都不贵，关键您退给我，我也穿不了啊。沈海华直接把手里的袋子放到孙怡的车上，孙怡这才注意到里面的衣服，随即露出惊讶之色，因为这些衣服都是她刚才试穿很满意的，只是不希望我乱花钱才没有买。固然她很喜欢，但还是拒绝了。对不起，沈总，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自然是注意到孙怡刚才眼眸露出的惊喜之色。既然沈总如此有心，孙怡你就收下吧，他一个男人也穿不了。不得不说，沈海华坐到这个位子还是有些手腕的，知道无法取悦我，便从孙怡这里打开了突破口。可是你先上车，我马上来。孙怡刚想说什么，便被我打断了，于是便上了车。这次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明天上午9点我会来沈家，除此之外别再打扰我的生活，更不准打扰我身边的人，否则我可以治好你，也可以收回你的命。沈海华听到这句话，整个身躯都在颤抖，眼眶更是泛红了。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心情。他跟了我整整1个小时，就在等这句话。谢谢文先生，谢谢您，您就是我沈海华的再生父母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沈某愿效犬马之劳。还有第2阶段的诊金提高到8000万。好，没问题。说完，我便上了车，离开了益达广场。万亿富豪癌症晚期，花1000万被我救了回来，但只能活3天。想要彻底治愈，必须再花8000万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我几秒钟就彻底治好了他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在厨房干什么？不会是有特殊癖好吧？没什么，就是炼几颗丹药。你还有没有一点正经样子？说自己是神医就算了，还当自己是炼丹师呢？你是不是有点傻？难怪最近小区的朋友都说你有点虎。哪个小区的？让他站出来。评论区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便出了公寓，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停着一辆黑色小巨，车子旁的沈梦家正在焦急地张望着什么。豪车和美女这2样东西放一起，难怪会吸引这么多人围观。你说那美女是在等男的还是女的？当然是等闺蜜啊，人家开的是小车啊，这车起码几百万吧，妥妥的富家千金啊！这种有钱人怎么会在这里等男人？也不知道这样的女孩子会便宜哪个穷小子。兄弟，我告诉你们个秘密，如果美女被包养了，大部分只会开宝马，既装逼又好看，你们说对不？这个胖子分析的头头是道，瞬间吸引了一大波粉丝，越说越离谱，甚至从人家的站姿开始分析女孩是第1次还是第2次。就在此时，我走了过去。我感觉你分析错了。一瞬间，围观的人群刷刷刷的看向了我。小子，你谁啊？你知道我的外号吗？玉女小王子，我牵过手的女人比你吃的饭都多，你哪里有我懂女人？我不懂女人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女孩在等我，所以你的推论全都错了。此话一出，围观的人群瞬间爆发一阵大笑。在等你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熊样，人家开小 G 的美女等你一个渣渣，把评论区的家人笑死算了。就凭你这种屌丝，如果那美女等你，我直播吞10斤奥利给。面对周围人的嘲讽，我也懒得搭理他们，直接朝着沈梦家走去。围观群众见我如此不要脸，顿时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文先生你好，沈梦家刚想说些客套话，我就摆了摆手，直接带我去沈家吧，我估计沈海华一定急死了。好的，文先生您请。沈梦家姿态放这么低，是因为沈海华的百般叮嘱，他说的每一句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哪里得罪了我。车子缓缓地离开了小区门口，只剩下一群满脸呆滞的围观群众。
这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我记得刚才谁要说直播吞奥利给人呢？半小时后，我在沈家门口下了车，沈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了，场面颇为兴师动众。沈海华更是激动的一步上前：“文先生，您总算来了，我昨晚一夜都没睡，生怕这是我最后的几个小时。您要是再晚几个小时，我可能都要准备后事了。”文先生，您还没有吃早饭吧？我刚刚让后厨准备了点吃的。我实在受不了这么多人如此热情，便摆了摆手：“直接去你家2楼吧，我给你治疗，几秒钟就好。”听到几秒钟，所有人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什么病能几秒钟治好的？神医也该望闻问切啊！文先生，您确定吗？几秒钟就能好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算了，也不去你家2楼了，直接在这里进行第2阶段的治疗吧。所有人听到我这么说，更加懵逼了。这治病也太儿戏了吧！文先生，不需要我躺下吗？不需要。那我需要怎么做？张开嘴巴就行。沈海华纵然疑惑，还是缓缓地张开了嘴巴，浑身都在颤抖。他实在太激动了。下一秒，我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矿泉水瓶，直接拿出5颗黑不溜秋的东西，这便是我昨晚炼制的丹药。来，全部吃下去。沈家众人看到我拿的矿泉水瓶，还有那不知道什么来历的黑色药丸，顿时大脑一片空白。这玩意特么能吃吗？干不干净？吃下去就算没病也得拉肚子吧？众人虽有疑惑，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止我们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我能救沈海华。沈海华看着黑色药丸，咽了咽口水，想说什么，却还是说不出口。你到底吃不吃？不吃我就拿走了。沈海华这么硬，让我有点不爽。文先生，我吃，千万别拿走。说完，沈海华便抢过药丸，直接眼睛一闭吞了下去。只是一瞬间，一股浓郁的药效肆意开来，他仿佛感觉全身被一股暖流包裹，整个身体都有着前所未有的舒畅。这种感觉他从未有过，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渐渐的，他甚至发现这些年身上一直持续的疼痛之意都消除。他睁开眼，发现整个世界都无比明亮，宛若新生。这是……沈海华眼眶红了，没有人知道此刻的他心中的滔天之意。他丝毫不顾及地伸出手，紧紧地握紧了我。文先生，请受我沈海华一拜，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沈海华的再生父母。沈海华的高傲，他的威严，在这一刻全部击碎在我的面前。这一幕冲击着所有人的视线，沈母惊呆了，沈梦家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，沈家众人的表情全部像见鬼一般。起来吧，你没必要感谢我，我是收费救人，你给钱，我们只不过是交易关系。沈海华发现自己有点失态，连忙站起身来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以及一把钥匙。我思索了一下，便都接了过来。我现在确实需要一套房子，等下还要去买药材，数量是极其庞大的，再往孙姨那里运东西不太合适。文先生，不知道中午能不能请您吃顿饭？我想好好感谢您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还有事情需要处理，吃饭就不必了，告辞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我此次来江城，除了报仇，还想夺回父亲当年一手创下的天正集团。当年文家出事后，天正集团被无数企业侵占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。沈海华作为江城北明集团的创始人，一定知道些什么。你也算我来江城治疗的第一个病人。这样吧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有时间吗？此话一出，沈海华激动的舌头都要打结了。有时间，全听文先生的。那给我个电话吧，我通知你们。沈海华知道自己时来运转了，马上吩咐沈梦家。孟家还不把你的电话给文先生？为什么是我的电话？沈梦家刚想继续说，发现自己被沈海华瞪了一眼，他只好递给我一张名片。我看了一眼，径直离开了。孟家，你觉得文先生怎么样？爸，你不会是想撮合我和文夏雨吧？我觉得还行，也就那样。我认识的比他优秀青年才俊多了去了。沈海华听到这句话，差点伸出手甩沈梦家一巴掌。青年才俊，老子告诉你，你认识的那些狗屁青年才俊，在文先生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万亿富豪癌症晚期被我几秒钟治好，我随手赚了1个亿，外加一套房子。为了和我搞好关系，富豪竟然把自己女儿介绍给我。爸，文夏雨不就会治病吗？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孟家，你被我一直保护得很好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能够活得很好，那就是强者，他们挥手之间就能毁灭我们沈家。文夏雨就是您口中所谓的强者吗？不仅仅是，如果那些强者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峦，而文夏雨就是这无数座山峦头顶的苍穹。此话一出，沈梦家几乎被惊掉了下巴，没想到他随便在路边找的演员竟然是如此厉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沈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文神医搞好关系。另一边，我按照沈海华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送给我的房子。我本以为是一套普通的小区住宅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是顶级豪宅，范成一品，面积将近1000平。有钱就是任性啊！沈海华不仅给了1个亿，还送了一套这么豪华的房子。前2天孙姨还在感慨，要是能在这里面睡一晚上，一辈子也值了。没想到这房子来得这么快。看完房子，我便来到江城最大的中药店德仁堂。走进内部，发现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老人，看来这年头也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相信中医了。
无聊之余，我注意到了墙上的一幅古画，看来是这家店的镇店之宝了。哎，可惜了。喂，你摇头做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搞得自己很懂画一样，你看得懂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位老者和一个少女往我这边走来，我不想搭理这个咄咄逼人的女生，随即转身想走。我有让你走吗？你刚才什么意思？看你这身地摊货，怕是这辈子都没资格接触这种东西吧？哦，再见。你给我站住！子轩，不得无礼，这位小兄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孙女脾气不好，还请您海涵。我点了点头，不想和这一老一少瞎扯，准备去排队买药。爷爷，你和这种乡巴佬说什么？他懂个屁啊！你看他那贼眉鼠眼的样子，说不定是来偷。小兄弟，请留步。我刚才看你好像对这幅画很失望，请问是为什么？是因为画的技艺不行，还是……这画是赝品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大厅气氛都变了，老者的脸更是抽搐了一下，少女更是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我，就好像是见鬼一般。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信不信马上告你一个造谣生事罪？我看你来德仁堂就没安好心。不远处的保安也是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想要上前拿下我，却被老者示意退了下去。小伙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德仁堂的老板朱仁德。这画是我花重金在京城拍卖所得，前后经过300多名收藏家验过真伪，结果都是真品。你以为那些收藏家都是吃干饭的不成？没错，那些收藏家确实是吃干饭的。朱仁德听到此话，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，因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。他强行压制内心的愤怒，指着那幅画。他很好，小子，你既然说这幅画是赝品，就给我一个信服的理由。如果没有，那就对不住了。爷爷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和这个乡巴佬废话什么？看我直接把他踢出去！说完，少女便一脚踹了出去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个少女踢出的一脚居然有气感，看来是个练家子。朱老见孙女居然动用了武者力量，脸色大变。他以为我被踢这一脚不死也残，已经想好给我几百万料理后事了。怎么可能？女孩修炼这种男人武学可不好，说不定后面就成废人一个了。说完，我轻轻一推，一股气浪涌出，直接把朱子轩推出数米远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真气外放，怎么可能？莫非你的境界已经……老者内心掀起惊涛骇浪，这么年轻的武者居然可以做到真气外放，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臭小子，你只是运气好罢了。放肆！子轩退下。这位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们莽撞了。子轩，赶紧给这位先生道歉。爷爷，我们怎么能向这个乡巴佬道歉呢？您是什么身份？就连江城政府领导见到你都要……闭嘴！再不道歉，你就不是我孙女。朱仁德内心无比激动，他以为我是一名武道宗师，像我这样真气外放的宗师，是华夏无数家族想要巴结的存在，万万不能得罪。朱子轩万万没想到爷爷居然这样说话，难道是不爱他了吗？他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照做。对不起，若有下次，我不会再让你这么轻易站起来。谢谢这位先生高抬贵手，以后我一定多多管教。我没有说话，准备转身离去。先生，请等一下。还有什么事？这位先生，您刚才说这幅画是赝品，我想知道您是从何处发现的？朱仁德拦下我，可不是为了让我鉴别这幅画，而是想趁机教好我。如果结交一位武道宗师，那么他们家族在江城的地位绝对水涨船高。如果你想知道真假，就把此画拿下来交给我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来人，把那幅画取下来。随后，这幅画便交到了我的手里。先生，还请您赐教。朱仁德话还没说完，我便把那幅价值千万的画撕成了2半。这一幕直接把所有人吓傻了。这可是德仁堂的镇店之宝，我毫不犹豫地破坏了它。随后，我便从画的缝隙之中找到了一片细碎的纸条。纸条很小，小到一般人根本看不见。你拿放大镜看看里面的字就知道了。朱仁德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纸条，并让人取来放大镜。当他透过放大镜看到纸条上的字后，整个老脸都铁青了。爷爷，您看到了什么？朱子轩好奇地看过去，当他看到放大镜下的纸条后，整个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多亏先生出手，不然我朱仁德一直被人蒙在鼓里。对了，不知如何称呼先生，又为何出现在我德仁堂？文夏雨，下雨的下，下雨的雨。我来买些药材。价值3000万的古画被我撕成2半，竟然藏着一张来自2002年的纸条。老者见此情景，脸色都绿了。多亏先生出手，不然我朱仁德一直被人蒙在鼓里。对了，不知如何称呼先生，又为何出现在我德仁堂？文夏雨，下雨的下，下雨的雨。我来买些药材。文先生，您需要哪些药材告诉我，我待会儿送到您的住所。我需要这个清单上的药材，数量越多越好。至于价钱，你按市场价给我就行。
朱仁德扫了一眼清单，整个人怔住了。文先生，您所需的药材都比较珍贵，而且很多都是相克的，一旦混合服用，必死无疑啊！你只管按照清单准备就行，下午我亲自来取。没等朱仁德反应过来，我便直接朝着门外走去。爷爷，您把这家伙看得太高了。我承认他有实力，但江城强者一大把，他文夏雨算得了什么？子轩，你的眼界还是太窄了。我看到的是一位宗师的问世，甚至比宗师更可怕的存在。朱子轩听到宗师二字，差点叫了出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朱家要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此人。回到公寓，我刚跨入家门，就闻到一阵菜香。饭桌上已经摆好了好几道菜。你这家伙一回来就偷吃，伙食费交了没？一大早跑哪里去了？找遍整个小区都找不到你。嘿嘿，我这不是忙于工作吗？这不一大早就出去挣了1个亿。得了，你以为你是王健林呢？动不动就一个小目标，我看你吹牛的功夫倒是厉害。我也不多解释，让孙毅接受还是需要慢慢来。一天过得很快，下午3点我就打车来到了德仁堂。文先生，这些药材都是今天刚从云南那边运过来的，很新鲜，药效极佳，一共是200斤左右。我检查了一下这些药材，不管是年份还是新鲜程度，都远远超过我的预期，不禁让我高看了朱仁德几分。朱老有心啊，还劳烦您帮我清算一下价格，按照市场价就行。文先生，给我们德仁堂500万就行。实际上，朱仁德的这批药材算上人力大概1000万，更有几味药材比较罕见，价值更高。我知道朱仁德会亏本卖给自己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到时候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就行了。对了，朱老，我有个事情想要向你咨询一下。文先生，请说。您可知道江城哪里有炼丹炉可以买？朱仁德一听到炼丹炉，眼眸骤然一缩，表情都变得有些诧异了。文先生，你难道会炼丹？朱老，我怎么会炼丹呢？只是有这方面的收藏爱好。从朱仁德反应中，我知道炼丹师是个很吃香的职业，不能暴露自己，否则将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文先生，如果只是收藏的话，可以去古玩市场碰碰运气，但想要获得好宝贝，倒是可以参加拍卖会。您更倾向于哪一种？朱老，我更在乎拍卖会。正好5天后，江城千禧酒店有一场大型拍卖会，我朱家刚好被邀请，要不到时候文先生随我们一起去？那就有劳朱老了。文先生客气了。对了，朱老，今天怎么没见到您的孙女？有点不巧，子轩刚好跟他师傅出去爬山了，要晚一点才回来。本来我准备好让子轩向文先生敬茶赔礼道歉，要不文先生在这里吃顿饭等一下？不必了，我还有事。我自然不可能在这里等，随手从旁边拿过来一张破旧报纸，写了几个字，画了一个人体简易图。朱老，等您孙女回来后，记得把这张报纸给她，她看了之后自然明白。还有，等会儿直接把药材送到我们说好的地址。说完，我便离开了德仁堂。朱仁德反复看了好几遍，也没看明白我画的什么意思。大概1小时后，朱仁德亲自上门把药材送到范城一品，并且带了2个人。鄙人秦远明，多谢文宗师救命之恩。你这是？文宗师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子轩的师傅，他的武学是我传授的。您在报纸上修改了我们所修炼的七阳心法，不仅让我突破了武学瓶颈，还让我今后的修炼不再困扰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齐远明的恩人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我修改了朱子轩修炼的功法，是让他不再受苦，还了朱老给我优惠500万的人情。没想到意外救了秦远明一命。起来吧，这也算是你的造化。以后秦家修炼必定有所成就。多谢文宗师指点。文先生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5天后的拍卖会，我会派人来请您。告辞。傍晚时分，我离开范城一品，前往幸福花园小区，想着孙怡应该下班做好饭了。没想到夏若雪却在小区门口等着。文夏雨，你难道看不见我刚才让你停下吗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停下？听说那天你还在华美集团楼下动手，只是为了见到我。怎么，现在你想见的人出现了，你就是这种态度吗？我扫了一眼夏若雪的面相，对方脸上并没有师傅所说的灭顶之灾，看来他最近一段时间还不会出事。乖，你哑巴了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还有什么事？没事我就走了。你是不是和孙怡住在一起？是，我来江城没有地方住，是孙怡收留我的。今天集团开会，孙怡没有来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？早上的时候，孙怡告诉我，她要回老家2天，难不成没有告诉夏若雪？还是孙怡有事隐瞒？不知道。文夏雨，你一个大男人和孙怡住一起会影响她的名声，别以为你偶然得到一张药方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我没有搭理夏若雪，直接回到了公寓。孙怡果然还没有回来，这不禁让我开始担忧起来。孙怡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绝对不能出事。于是，我从编织袋里拿出一部很旧的电话，拨通了一组号码。是谁？是我，店主。再说一遍，不要叫我店主，也不要妄图查这个号码。
帮我查一个人，他失踪了，5分钟内帮我查到他在哪。5分钟后，我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。有消息了吗？电，已经查到了孙怡的消息，他目前在第5人民医院。孙怡的弟弟孙浩哲在上午11点病况突发，需要立即手术，手术费用70万。我们调取了监控，发现孙怡拨打了3个电话。第一个电话是一家抵押公司，孙小姐用5万超低的价格卖了那辆甲壳虫车。第2、第3个电话是私人号码。第3个电话挂断的时候，孙小姐把手机扔到了5楼病房的一个垃圾桶。女朋友的弟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身价过亿的我得知女朋友到处借钱，甚至被逼到要嫁给一个傻子，我彻底怒了。爸，弟弟手术需要70万，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，加上卖车的钱，一共35万。哎，小姨，是爸无能啊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只要我们一家齐心协力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你的钱爸不能要，我已经给你二伯打电话了，他这几年在江城混得不错，你弟弟的手术费有指望了。10分钟后，孙怡的二伯孙永福一家3口往这边走来。二伯、二伯母、瑶瑶，谢谢你们在这时候肯出面帮我们，真的谢谢。孙永福看了一眼孙怡，被惊艳到了。他没想到孙永贵这个老实人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。上次饭局，你不是要说给李总那个傻儿子介绍对象吗？你说孙怡怎么样？要是成了，咱们公司1年的单子都有着落了。厉害，还是老婆聪明啊！妈，你太厉害了！孙怡要是能嫁给那个傻子，我可太开心了。孙瑶瑶这些年最恨的人就是孙怡，因为她嫉妒孙怡长得比她好看。哎，你们家真倒霉，生出了这么一个病恹恹的东西。本来你们家也可以过得很好，全部都被他给拖累了。孙怡有些气不过，刚想反驳，就被孙永贵拉了回去。别说话，你还想不想救你弟弟了？只有你二伯家才有可能借我们钱，姿态放低点。孙怡啊，伯母是看你长大的，你弟弟的事情呢，我们老孙家肯定会帮忙。真的吗？二伯母，您愿意帮浩哲渡过难关？这是自然，大家都是亲戚。二哥，我这辈子愿意为你做牛做马，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钱的。不还也没事，说不定我们以后还要仰仗你呢。孙永贵听到这话，顿时有些疑惑，刚想问什么，不料被董彩珠打断了。对了，孙怡，你也20出头了，有没有交男朋友？我现在还年轻，不着急找男朋友。男朋友可是要找的，女人这个年纪最吃香。要不二伯母给你物色物色，我可是听说最近恒盛建材李总的儿子在相亲，富家豪门，你要是嫁入他们家，别说你弟弟的病了，我们整个孙家都指望你呢。孙永贵即便再傻，也明白了对方的意图，这感情是要他卖女儿啊。孙永贵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孙怡，于是他拒绝了。嫂子，孙怡的终身大事您就别操心了，我们家会自己找的。二伯母，我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，既然那个李家少爷那么好，为什么不让瑶瑶嫁给他？孙怡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不嫁给那个傻子！话音落下，孙怡和他爸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原来他二伯母介绍的对象是个傻子。永贵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管那么多干啥？如果再凑不齐手术费，你们真希望浩哲就这样离开？他才14岁啊！此话一出，孙怡和他爸顿时有些动摇，眼下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孙怡，你反正没男朋友，人家虽然傻了点，什么都不懂，但你一旦嫁入李家，稍微说2句话，钱不都是你的吗？就你们家这样带着拖油瓶，以后谁敢娶你？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。孙怡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些年你为啥没男朋友？还不是因为这个半死不活的弟弟？听到这句话，孙怡脸色惨白，他根本没有理由反驳。孙永贵眼眶也有些泛红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太失败了，他怎么就没有让女儿选择幸福的权利？谁敢说我女朋友？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孙怡猛地抬起头，看到不远处的我，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。傻丫头，弟弟生病为什么瞒着我？真不把我当男朋友了？我搂着孙怡的腰，表现得非常亲密。我这一举动，孙怡秒懂。项羽，我不是怕你嫌弃我吗？孙怡的声音软绵绵的，如同一只小猫在身上挠痒痒一般，很舒服。我怎么会嫌弃呢？你是我女朋友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。弟弟的医药费我都交了，医生说可以随时动手术，我已经请了全世界最好医生文神医，手术成功率99%。听到文神医3个字，原本悲伤的孙怡硬是被我给逗笑了。我做了这么多，你就不亲我一下？孙怡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大胆，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亲我。这些年他连和男生拉手都没有过，更别说亲吻了。犹豫再三，他闭上了眼睛。这是赏你的。我本来只是开玩笑，毕竟假装她男朋友是为了打消他二伯一家的疑惑，没想到孙怡来真的，这一吻简直爽爆了。
所有人都懵逼的看着我俩。孙怡呀，孙怡，现在社会上的男人可不靠谱，满嘴跑火车，你可别被骗了。看你男朋友这一身地摊货，不超过200块吧？拿着个编织袋，不会是捡垃圾的吧？小子，既然你说交了医药费，发票呢？我万万没想到这些家伙如此在意细节。我来这么匆忙，哪里有时间交医药费？我男朋友说交了就是交了，不劳二伯一家操心了。我弟弟需要休息，你们还是早点离开吧。孙怡呀，孙怡，你也真是虚荣，直接请了个朋友来装逼。那个纹神医不会就是你男朋友吧？治不起病的穷鬼还要什么尊严？我真是服了这对母女了，说话是真尼玛难听。要不是这里是医院，我直接一巴掌抽过去了。就在这时，2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向着这边走来。钱医生，您总算来了。下午我找您好几趟，您快看看我儿子的情况。钱医生你好，我是孙浩哲的家属，我想知道他的70万手术费到底交齐了没有？此话一出，孙怡脸色瞬间煞白。孙瑶瑶这么说，就是让他们一家下不了台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钱医生在接待京城首都医院来的邱神医，哪里会管他问的问题？还请你们不要挡在我们面前。邱神医何事？话还没说完，他惊骇地发现邱神医居然冲了出去，脸上更是无比的激动。文神医，我们居然又见面了，小邱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呀！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尤其是那个叫钱医生的，差点把下巴给惊掉了。没有熟人的医院，你知道一个床位有多难求吗？文神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小邱啊。你是邱神医。在您面前，我哪里还敢称神医啊？都是其他人瞎叫。您来这里是？哟，孙家丫头找群演的功法倒是厉害，不光找个骗子男朋友，还找了一个假医生，在这演什么呢？相互称对方神医，有意思吗？钱医生听到这句话，整张脸更难看了。这邱神医可是出席过国际医术交流会，手上的医学论文都是行业顶级啊，谁敢说他是假？孙怡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找了个捡垃圾的男朋友就算了，又找了个捡垃圾的老头冒充医生，还叫什么纹神医？你男人要是真这么神，你弟弟还会躺在重症监护室吗？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！你这个小丫头，嘴巴这么毒，毒蛇见了你都得中毒。这一幕，钱医生简直要疯了。大名鼎鼎的邱神医居然打人了，他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如果邱神医在他们医院出了事，他可担待不起。大家有话好好说，别在医院打。你敢扇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个猥琐老头，信不信我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？就你这黄毛丫头，大言不惭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就这样看着吗？上啊！我孙永福在江城也算有几分薄命，你打了我女儿，现在只要你下跪道歉，我保证不再追究，否则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就你这种渣渣，有资格威胁老夫吗？孙永福也不理会，直接拨通一个电话。钟老，不好意思打扰您，有点事需要麻烦您。怎么了？什么事情？我在你的地盘被人欺负了，我女儿被打了。哪个不长眼的敢动你女儿？我立刻打电话给保安部。那就麻烦了，我们在住院部5楼，打人那个好像姓邱，穿着医生的白大褂，不知道是……你说什么？打人的姓邱，他身边不会还有个姓钱的男医生吧？钟老，您还真是料事如神啊！马上让那个钱医生接电话。钱医生自然是听到了，弱弱的旁边喊了一句：“院长，是我，小钱。”电话那头寂静数秒后，一股惊天的咆哮声从电话中响起：“孙永福，你大爷的，想死别拉上我！如果邱神医出什么事，别怪老子把你扔河里喂鱼。邱神医好不容易被我请过来，什么为人难道我不知道？别给我造谣！还有你，小钱，要是让邱神医受半点委屈，我把你给调到护士科，都等着老子！我马上过来。”挂断电话，孙永福一家脸色彻底惨白了。万万没想到，那个猥琐老头真是神医。孙永福得知得罪了大人，立刻反应过来。邱神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瑶瑶，快给邱神医道歉。孙瑶瑶被父亲的怒斥吓坏了，不敢不听。邱神医，对不起。文神医，您看这是怎么处理？需不需要我找人，让这些不长眼的东西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？宝贝，听你的。听到我叫的这声宝贝，孙怡的娇躯都颤了一下。算了吧，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不过我不想再看到这几个人。孙永福万万没想到，决定他们生死的居然是他们一直看不起的孙怡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拉着妻女灰溜溜地离开了。5分钟后，钟院长来了。邱神医，实在对不住，让您受惊了。明天我做东，亲自让孙永福那个狗东西过来给您赔礼道歉。不必了，我倒是想问问钟院长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你就让文神医的朋友住在重症监护室？
钟院长一愣，随即看向了我，连秋神医都得罪不起的人物，他一个小小的江城院长更惹不起。这位就是文神医吧？您看这样行故，我现在就给您的朋友转移到高级病房，1个小时内立刻手术，手术费正好可以享受政策补贴，1分钱不用花。我虽然想亲自给孙毅的弟弟治疗，但眼下这个情况必然又要引出不必要的麻烦，不如让医院直接治疗。那行，就这样吧。孙毅和孙永贵是既高兴又诧异。几个小时前，医院的态度还很明确，不交齐手术费不给治，而且病房极其稀缺，提前预定都没有。但是我的出现，让整个事情出现了360度的巨大翻转。小姨，你男朋友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怎么认识的？他呀，就是一个无业游民，问我借钱认识的。现在我是他房东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没工作？我看他是你房东还差不多。孙姨也不想解释，刚想走，又被孙永贵拉了回来。小姨啊，你已经成年了，做那种事要有分寸。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爸都知道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男朋友等着急了。孙姨羞红了脸，迅速拉着我离开了。来到外面，孙姨一摸口袋，却发现车子早就贱卖给二手贩子了，顿时有些失落。那辆甲壳虫才跟了他1年，但已然是他的最爱。我们打车回去吧，弟弟生病着急用钱，我把车子卖给二手贩子了，明天我看看能不能赎回来。接着，看清楚手里的东西后，孙姨下意识捂住了嘴巴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这钥匙我帮你赎回来了，作为你的临时男友，当然义无反顾的为你着想了。记住，下次别再弄丢了。谢谢你，项羽。这味道，这感觉真不错。我替临时女友出了一口恶气，帮他们家省下70万的手术费。一转眼，她就真成了我第一个女朋友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难道是看上我了？我家境也不好，长得又不好看，难不成你不喜欢美女？是男的都喜欢美女好吧？太监也想跟个好看的女主子呢。哈哈，有道理。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是明天？明天。突然间，我感觉到了一股杀意在向这边逼近，是冲我来的。对方是个高手，我只能先让孙姨赶紧开车回家。接下来你听我说：第一，头也不回的尽快回到小区；第二，拿着桌上的电话重播下午打了一个号码；第三，不管是谁来都别开门，等待救援。如果有人破门而入，乖乖投降，等我来救你。好，我记下了。快走！话音刚落，孙姨就开着车子迅速离开了。1分钟后，一位中年男子出现在我的视野范围。没想到文家还有余孽，万万没想到你居然还敢回到江城。如果我没猜错，5年前云湖山庄的事情，你有插手吧？你今天来是准备杀我灭口吗？杀你灭口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。一个废物永远都是废物，掀不了什么风浪。那就试试吧。你居然是鼓舞者，就算你踏入修炼一途，又有什么用？你已经错过最佳修炼时间，还是废物一个。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给我跪下！姚金谷作为一位武道宗师，又岂能受这种侮辱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让我跪你父母，休想！磕头！你给我个痛快吧！我姚金谷不会向这种凡夫俗子低头。爸妈，孩儿来看你们了。现在孩儿踏上了修炼一途，已经有了为你们报仇的能力。我发誓，5年前云湖山庄所有牵扯的人，孩儿都会亲手把他们砸下地狱，来向你们赎罪。花开有花谢花满天，十里湖也有湖仙。朝朝有暮暮朝暮见，却难勾勒你的脸。轻叹浮生叹红颜，来来去去多少年。来生的遗憾谁来写？唯有过客留人间。世半生的情，换路人过去，你我天涯各一方。也只你的月光，你错失了远方。往事随风飞难忘。夏雨，真的是你吗？孙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别喝了，等下跟我回家。说完，孙姨随手把手中的酒瓶扔了出去，点燃了蜡烛和香，微微跪拜。叔叔阿姨，今年是第5年了，好久不见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夏雨回来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帮你们管着他。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孩子。
爸妈，我带着你们未来的儿媳们来看你们了。孩儿艳福不浅，有20几个女朋友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放心，我们都是自愿跟随夏雨的，都是真心爱他的。爸妈，这1年期间，我已经查明了6年前云湖山庄的真相，除了京城那位，其他人都被我亲手了结。你们放心，3天后，我一定让京城那位背后主使下去找你们赔罪。你终于还是来了，杀母弑父之仇，灭我全家之仇，今日该了结了。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灭你们全家？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的只是皮毛而已，以讹传讹的流言可不能相信。哦，那我该信谁？呵呵，当然是相信我了。信你？信你我还不如窝在深山窝窝囊囊过一辈子。呵，我让你信我也不是开玩笑。再说了，我都快要死了，还有必要编瞎话骗你吗？我只给你1分钟时间。1分钟足够了。其实真相很简单，就是你父亲阻碍了我在江城的发展。你做什么生意？我父亲为什么会阻止？白面生意，幻主哥哥看过吧？尔康去缅甸被救活，全靠白面的威力。你父亲当年大力反对这种东西进入江城，甚至不惜联名多家企业抵制。当年你父亲的天正集团如日中天，就连江城政府都护着。这就是你灭了天正集团，杀害我全家的原因。江城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城市，对于我发展这种生意有不可或缺的作用，我必须拿下。于是我花大价钱请高手，威逼利诱，组织了那次云湖山庄的活动，就是为了铲除文家，灭了天正集团。说完了吗？完了，没超过1分钟吧。说完了，该送你上路了，到下面找我爸妈赎罪吧。我要下去，你也得跟着我下去。说完，幕后主使竟然毫不犹豫地按动了手里的遥控器，几乎一声爆炸，所有建筑开始倒塌，而后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不断在。小子，算你命硬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徒弟。老头子，给你丢脸了。哈哈，也不能说丢脸吧，至少在男女关系上，你可比我强多了。